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你我当前正生活在一个惊心动魄的电影中，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惊心动魄的事情不断发生。他们在把故事不断推向高潮时，也给人类未来留下一连串的悬念。中东这个火药桶再次进入要爆炸的临界点，世界都在焦虑等待那不可预测的未来。在这个时刻，我们回看一下那个可能改变中东历史的神秘时刻。2024年5月底的一天，在德黑兰北部的一个高档社区里，在绿树掩映中，一个米黄色的7层建筑格外显眼。两个干练的伊朗男子快步进入这个建筑，其中一个身材高大强壮的拎着一个精致的皮箱，而另一个消瘦敏捷的向门卫出示了他们的证件。一看他们出示证件，门卫立刻恭敬地让他们直接进入。这个建筑对外是一个招待所，但是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招待所，它是一个由伊斯兰革命卫队专属的招待所。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最有权势的军事和政治机构，它于1979年由伊朗的精神领袖霍梅尼创立，因此它主要对伊朗的最高精神领袖效忠，成为伊朗国家体制以外的一股力量。伊朗有国家军队，但伊斯兰革命卫队比伊朗的国家军队的装备更精良。伊朗有国家情报和外交机构，但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运行的情报和外交机构比伊朗的国家相关机构更有影响力。而且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在伊朗和世界各地参与各种商业活动。这个被称为奈沙的大型招待所，就是专门由伊斯兰革命卫队负责运营和保护的一个招待所。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级官员经常利用这个招待所进行集体祷告、举行秘密会议和接待最重要的贵宾，其中就包括哈马斯的政治领袖、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尼亚。哈尼亚是哈马斯和伊朗之间的主要联络人，因此时常出访伊朗。据说哈尼亚对这个招待所情有独钟，几乎每次来伊朗访问都要住在这里，因为他知道这个招待所配备了防弹玻璃、防空系统和雷达。作为以色列猎杀名单上的他，这几乎是唯一一个能让他晚上安心睡觉的旅馆。纳沙招待所的门卫之所以对那两位伊朗男子毕恭毕敬，是因为那两位出示的证件显示他们是伊朗安萨阿麦赫迪保护部队的成员。这个部队是伊朗革命卫队精英情报机构中的精英部队，专门负责保护伊朗的国家高级官员和伊朗核计划的关键人员。其成员都是被精心挑选并且受过高度专业化训练的伊朗情报精英。5月19日，一架伊朗空军的直升飞机在伊朗的东阿塞拜疆坠毁，伊朗总统莱西在那次空难中死亡。伊朗政府宣布，从5月20日开始，伊朗全国进入7天的哀悼期。在哀悼期中，伊朗全国停止一切文化庆祝活动。在葬礼举行的5月22日，伊朗还要求所有政府和私营企业关门停业。在22日葬礼这天，伊朗支持的各种中东组织的领导人，包括哈马斯领袖哈尼亚，都会到伊朗参加莱西的葬礼。22日葬礼结束后，这些人包括哈尼亚都住在奈沙招待所。现在这些重要客人都已经离开了，而伊朗还处于7天的哀悼期内，因此奈沙招待所此时因客人极少而显得格外安静。这两位伊朗特工显然对招待所非常熟悉。他们走入招待所后，其中那个壮汉打开并进入了一个客房，而另外那位转身快速进入一个储藏室。很快他提着一个看上去像是装货物的箱子，也走入了壮汉所在的客房。打开箱子，他取出几个包裹和一些电子设备，利用这些东西，他们就快速组装完成了3个可以遥控的炸弹。随后他们把组装好的3个遥控炸弹放入皮箱中，然后提着皮箱离开他们的客房，坐电梯来到6楼一个豪华客房外。两人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客房钥匙打开了这个豪华客房的房门，走了进来。
然后他们迅速在客房的主卧室靠近床铺的一个地方，用极其隐蔽的方式安置了3个遥控炸弹中的一个。随后他们离开这个豪华客房，提着皮箱迅速又走入位于招待所另外的一个豪华客房中，用同样的方式在主卧室的床铺附近安置了第2颗遥控炸弹。随后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把最后一颗遥控炸弹安置在第3个豪华客房中。纳沙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在监控电视中全程看到他们从一个豪华客房进入另一个豪华客房的过程，但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告知这2人是保护部队的特工，而且前总统的葬礼已经结束了，所有重要的客人已经离开了，所以他们认为这2个特工只是在做一些事后的例行安全检查，因此没有对这2人的行为产生任何怀疑。他们压根没有意识到的是，这3个客房碰巧是哈尼亚每次访问伊朗都会选择居住的客房。做完这一切以后，这2个伊朗特工提着皮箱从招待所走出来，在招待所门卫恭敬的目光中，他们开着车迅速离开。几个小时后，这2个伊朗特工就已经坐在一架飞离伊朗的客机上了。几天后，这2人所在的保护部队才发现他们突然失踪，联系不上了。一查出入境记录，这才发现他们已经早就不在伊朗了。精英的保护部队的高级特工居然叛逃国外，这种打脸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的消息当然不能公开了。在随后的日子，保护部队的各级领导他们的工作重点集中在如何把这个叛逃的消息在伊朗情报系统中成功掩盖住。他们哪里还有心思去考虑这2个人为什么突然叛逃，2个人在叛逃前去过哪些地方，干过什么事情等等。因此2人在叛逃前对奈沙招待所的那次奇特访问也就根本无人提起了。让保护部队各级领导庆幸的是，似乎他们的掩盖做得非常成功。很快2个特工叛逃国外的事情就渐渐被人淡忘了，生活似乎又回归了按部就班的常规状态。时间快速推进2个月，7月30日，伊朗新当选的总统佩泽希奇扬在伊朗首都举行宣誓就职典礼。伊朗的小兄弟哈马斯当然要来捧场，于是2个月前才刚刚参加了伊朗前总统葬礼的哈尼亚再次造访伊朗，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从7月29日周一开始，哈尼亚就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公开活动和会面。他先是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见了面，随后又和新总统佩泽希奇扬会面。在30日的新总统就职典礼上，他作为贵宾之一在前排就坐。在30日当天晚上7点左右，哈尼亚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德黑兰的米拉德塔参观展览，所以他晚上很晚才回到位于纳沙招待所的豪华客房。洗漱完毕后，精疲力竭的哈尼亚就一头倒在客房主卧的大床上睡过去了。但是哈尼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睡就再也醒不过来了。以色列情报部门莫萨德通过他在伊朗的情报网，其实在全程监视哈尼亚在伊朗的一举一动。在前天晚上，摩萨德已经确认哈尼亚入住的客房果然是他们安置了遥控炸弹的3个客房之一。在30日晚上再次确认哈尼亚已经回到房间并入睡后，在当地时间凌晨2点时，也就是旅馆的客人都已经回到自己房间，没人在招待所内走动的时刻，在伊朗以外远程按下控制按钮，启动了在哈尼亚所在客房主卧室中安置的炸弹。那颗2个月前由2个伊朗特工安装在哈尼亚床铺附近的炸弹随之爆炸，把哈尼亚以及一个和他同住的保镖永远定格在了他们的梦乡中。引爆的炸弹的力度和准头都拿捏到了完美的级别。一方面，炸弹的威力强大到了足够造成哈尼亚当场死亡，而另一方面，爆炸的威力只是震破了一些招待所房间的窗户
并导致部分外墙倒塌，而没有对招待所其他客房造成严重破坏，对整个大楼也没有造成任何结构性的损伤，因此没有带来其他任何伤亡。爆炸发生后，纳沙招待所的医务人员对哈尼亚在现场实施抢救后，不得不当场宣布哈尼亚死亡。被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邀请来参加伊朗新总统就职仪式的贵宾，居然被炸弹炸死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经营和保护的高级招待所的客房中。迅速赶到现场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情报部门的官员看到这个场景，当场就吓傻了。这个安全失误不但扇了伊斯兰革命卫队一个大嘴巴子，更是扇了哈梅内伊一个大嘴巴子。于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情报官员第一时间的条件反应就是想办法掩盖这个暗杀事件的细节真相。首先成立的伊朗调查小组决定把暗杀的方法往非情报部门责任的方向引导。他们先用几块大绿布把招待所被炸毁的部分从外面盖住，然后在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声称哈尼亚是被一枚从空中发射的导弹杀死在他酒店客房中的。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告诉媒体说，在哈尼亚的保镖暴露了他们的位置后，一架无人机用导弹袭击了哈尼亚所在的客房。但是这样一来，伊朗的防空部队就不干了以色列无人机竟然深入飞到了伊朗首都的富人区，对着富人区一个重要的建筑物的客房发射了一枚导弹，而我们防空部队竟然从头到尾一点都没看见。我们就这么傻这么蠢吗？你情报部门这不是把屎盆子往我们防空部队的头上扣吗？这可不行。不得已，伊朗情报部门不得不打圆场，随后声称导弹是从伊朗领空以外发射的。与真主党关系密切的一个黎巴嫩媒体报道说，哈尼亚是被一颗从伊朗境外发射的导弹击中的，但这种说法就更不着谱了。尽管以色列空军的确有能力从伊朗领空以外用导弹攻击伊朗境内目标，今年4月份伊朗和以色列的那次互殴中，以色列空军就在伊朗领空以外发射导弹，对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军事基地实施了攻击。但是你要说以色列空军能够从飞机上发射一个如此精巧的不大不小的导弹，然后从那么遥远的位置如此精准地击中哈尼亚所在的酒店客房，杀死哈尼亚，却对酒店其他客房没有形成任何重大损伤，这准头和巧劲儿也太神奇离谱了吧。8月1日周四，当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伊朗情报部门的这种说法时，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以色列军队在7月30日和31日之间的夜晚，除了在贝鲁特通过精准空袭炸死了真主党的军事领袖苏库尔以外，没有执行任何其他空袭行动。他强调说，那天晚上在整个中东没有其他空袭，没有导弹，也没有以色列无人机。下面我就不会再多说什么了。当然，伊朗人也不是傻瓜，这种哈尼亚是被从空中掉下来的导弹在客房中击杀的说法，在伊朗内部也只有傻子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当然不傻。这次刺杀行动对哈梅内伊的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首先是感觉惊恐，其次是感觉羞辱。惊恐的是以色列的摩萨德，这也太可怕了。在伊朗保护最严密的旅馆定点射杀一个人，就如囊中取物一般精准。哪天摩萨德要是看中了自己和自己儿子的项上人头，那自己和儿子还有机会活命吗？羞辱的是，哈尼亚是哈马斯的政治领袖，是自己的座上宾，结果却被以色列在自己眼皮下面给杀了。从伊朗的传统上讲，客人惨死在主人家中，这是主人的奇耻大辱。从地缘政治上讲，伊朗花了那么多银子养的这个哈马斯小弟，他的头领居然在自己的家里自己都保护不了，以后还怎么在中东地区彰显自己大哥的风范呀？
哈梅内伊对哈尼亚在客房中被从天上掉下来的炸弹给炸死的说法根本就不买账。据多方媒体报道，在8月1日和2日连续2天，他多次召集所有的有关官员，向他们要哈尼亚被刺身亡的真实答案。因为他知道，对他来说，如果这次不把伊朗情报部门的安全漏洞给挖出来，自己和家人以后可能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也就是对以色列报仇固然重要，但是解决伊朗内部的安全漏洞对他来说是更加重要的。以色列官员声称，他们在7月31日凌晨成功暗杀了哈尼亚后，在第一时间就向美国这边通报了他们的行动和其中的一些细节。于是美国时间7月31日，《纽约时报》就发表了一篇报道，表示哈尼亚是被遥控炸弹炸死的，而且遥控炸弹是大约2个月前就偷偷安插进奈沙招待所的。随后，英国《每日电讯报》进一步透露称，以色列最初的计划是在5月22日在哈尼亚参加伊朗前总统莱西的葬礼期间，在德黑兰刺杀他。但是由于莱西的葬礼期间住在奈沙招待所内的人很多，因此刺杀失败或误伤他人的可能性太大，因此最终以色列摩萨德还是决定取消了那次暗杀行动。但是遥控炸弹在那次行动的准备阶段已经被悄悄带入了奈沙招待所，这就给那2个保护部门的伊朗特工随后在3个哈尼亚常住的客房安装这次炸弹提供了便利条件。眼看真相是瞒不住了，伊朗各个情报部门之间开始互相甩锅，于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不得不成立一个专门部门接管这个案件。这个专门部门开始收集证据，追捕嫌疑人，他们希望以此找到策划、协助并执行刺杀行动的所有人员。很快，伊朗情报人员就从招待所2个月前的闭路电视录像中看到，当天那2个保护部队的高级特工，除了进入过哈尼亚被炸死那个高级客房外，还进入过另外2个其他客房。于是他们紧急搜查了另外2个客房，果然在里面又查出了另外2套秘密安置的遥控炸弹。由此他们确认，此次行动的主角竟然是他们自己的情报部门的精英，保护部队的2名特工。以色列摩萨德竟然能够成功收买保护部队的特工，策反这些直接负责保护伊朗高级官员的特工人员，这着实让哈梅内伊和伊朗高层的一众高官感觉凉气从脊梁骨上往上窜。据《每日电讯报》和《纽约时报》周6的报道，截止8月3日，伊朗内部因哈尼亚被暗杀事件牵连，已经至少有24人被解雇或逮捕。这些人中包括伊朗高级情报官员、军事官员和奈沙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其中被捕的大部分会坐牢，个别替罪羊甚至会被处决。这次暗杀背后的真相被视为是伊朗的奇耻大辱，他在向世界展示，伊朗既不能保护自己的领土主权，也不能保护自己的重要盟友。同时，他向伊朗的敌手也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对伊朗领导人实施斩首行动其实很容易，这是伊朗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伊朗对外依然坚称最开始的说法，说哈尼亚是被导弹炸死的。8月3日，伊斯兰革命卫队依然声称哈尼亚是被一枚携带约7公斤爆炸物的短程导弹炸死的，这枚导弹是从他所住的大楼外发射的。不过，《每日电讯报》报道了伊朗内部流传的对这次暗杀的另一个说法。据说，伊朗新当选的总统佩泽希奇扬在他的竞选期间，他有意和伊朗以往的对美国和对西方的挑衅政策保持距离，承诺通过对话来恢复伊朗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他的这些政治表态让伊斯兰革命卫队非常不高兴。和美国斗和以色列斗，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存在价值所在。如果伊朗和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缓和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可能出现生存危机了。
因此，很多佩泽西奇扬的支持者认为，这次暗杀行动很可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情报部门将计就计，有意让它发生的。这样一来，奔着和美国和以色列对话的佩泽西奇扬，却可能不得不在新上任几天的时间内，就不得不面对和以色列开战的局面。这是伊斯兰革命卫队有意再把佩泽西奇扬捆绑到自己和以色列和美国作战的战车上。8月2日周五晚上，佩泽西奇扬的儿子 Yusuf 博士在他的网站上公开表示，伊朗的首要任务并非是与以色列开战，贫困、腐败、歧视、不平等以及无效的政治派系和辩论，这才是伊朗人民面临的真正战斗。在伊朗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是我们对以色列进行的最有效的反击。虽然世界上很多人都希望伊朗的领导人能有佩泽西奇扬的儿子 Yusuf 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实却绝对没有这么理想主义。全世界都知道，伊朗一定会对以色列实施军事报复。据3名伊朗官员说，7月31日凌晨2点，哈尼亚被暗杀后，了解情况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领导人连夜叫醒了哈梅内伊，并向哈梅内伊做了汇报。听了报告的哈梅内伊立刻宣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在凌晨7点必须全部到他的住所举行紧急会议。在会上，哈梅内伊亲自下达命令，必须对以色列进行强有力的报复性回击。目前以色列战争最大的危险就是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最终升级为以色列和伊朗这两个中东大国之间的战争。今年4月份，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就发生过一次危险的直接冲突。好在因为多个原因，那次双方在互相扇了对方一个耳光后，都各自后退一步，成功的给冲突降了温。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中有一个专门负责训练和武装中东反美反以色列的民兵组织的圣城旅，和以色列打个不停的哈马斯、真主党、胡塞组织以及分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众多民兵组织，背后支持的都是这个圣城旅。因此，以色列一直想找机会教训一下圣城旅。当收到有圣城旅指挥官进入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消息后，于4月1日突然空袭了位于叙利亚大马士革的伊朗大使馆的附属建筑，结果导致包括圣城旅指挥官扎赫迪在内的多名伊朗军官被炸死。随后4月13日，作为回应，伊朗发动了代号为诚实承诺行动的对以色列的大规模攻击，向以色列发射了300多枚无人机和导弹。结果美国和以色列和他的盟友联手从空中几乎拦截了所有这300多枚无人机和导弹，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以色列的首次直接攻击的影响几乎化解为零。因为以色列这边几乎没有伤亡，那么以色列在对伊朗的直接攻击的军事报复中也是网开一面。4月19日，以色列对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军事基地实施了攻击，而那个攻击目标也是以色列精心选择，目的是避免给伊朗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那些目标。所以那次攻击后，伊朗因为自己损失很小，而决定不再对以色列实施进一步的报复行动。这样，那次冲突就以伊朗的最终停手而结束了。但是这次伊朗表现的状态和4月份那次截然不同。虽然那次伊朗也是摆出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表示自己硬要出手打得以色列痛苦不堪、抱头喊娘，但是在伊朗发动攻击前，却又特意向他周边和美国关系密切的阿拉伯国家通报了他的军事计划和大概时间。表面看他是做了一个负责的世界公民，在动手前给邻居提醒一下要小心，但是那其实是伊朗提前给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一个招呼，让以色列和美国他们的盟友有充分的机会对伊朗的进攻提前做好准备。
正是这个提前打的招呼，让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拦截的会那么成功。但是这次伊朗展现出的状态却和从前大不一样。当美国和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官员试图和伊朗联系，一方面劝说伊朗避免暴力升级，另一方面也期望伊朗和上次一样给这边透露一些进攻思路，但是他们这次面临的却是来自伊朗的全面信息真空。一位了解哈梅内伊主持的内部会议的伊朗外交官表示，各国现在劝伊朗不要升级战争已经毫无意义了，以色列已经突破了所有的红线，因此伊朗的反击将会是迅速而猛烈的。而且最近想对以色列下重手的还不只是伊朗。7月31日凌晨，在以色列在伊朗首都暗沙哈尼亚的前几个小时，以色列的空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还发动过一次空袭。那次空袭的主要目标是猎杀真主党高级军事指挥官舒库尔。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舒库尔的葬礼上说，我们和以色列的状态已经进入一个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新阶段。那么以色列空袭击毙舒库尔又是为什么呢？那是以色列对真主党的报复行动。因为真主党在3天前7月27日向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击中了一群在踢足球的以色列孩子，造成至少12个孩子死亡。总之，中东这里的恩怨纠纷你来我往，早就搅成了一锅粥。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他们原本就是主仆关系，未来他们将如何攻击以色列，这次他们都拒绝向任何第三方国家提供任何消息。正是这种历史少见的信息匮乏，使得目前的中东进入了自去年10月以色列战争开始以来最危险的时刻。目前世界和以色列都在焦虑的等待中，都在猜测伊朗和真主党的无预警的军事行动将会是什么。土耳其等很多外国航空公司已经取消飞往以色列和伊朗的航班。以色列的军队目前正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总理内塔尼亚胡警告以色列国民说，艰难的日子就在眼前。这种无预警的但必然会发生的军事行动是最让人紧张和揪心的。这种双方都高度紧张的状态大大增加了任何一方对下一步军事行动产生严重误判的可能性。如果误判真的发生，那就很可能会导致双方迅速陷入失控的暴力螺旋，因此把整个中东带入大规模战争的状态中。针对这个紧张状态，世界媒体报道的美国拜登政府的表态却非常矛盾。一方面，拜登和美国国防部长都表示，从军事上他们将再次支持以色列。美国国防部部署了大量军事力量到中东地区，包括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陆基导弹防御系统，还增派了一个战斗机中队，并准备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取代目前在阿曼湾的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此外，美国还向欧洲战区司令部和中央战区司令部派遣了更多的具备导弹防御能力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但另一方面，媒体也报道了，拜登在和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明确表示了对以色列先斩后奏的行为非常不满，并暗示如果以后再这么干，以后别指望美国总给以色列提供支持了。华尔街日报随后发表评论文章表示，美国这种表态给伊朗阵营提供了一个可怕的解读空间，如同在给中东地区埋雷。在我做节目的此时此刻，这个世界真人秀的故事情节还是定格在那个焦虑的等待中。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